注意看，170公里的时速，阿瑟上去就是一个贴贴，这一下硬碰，皮卡纹丝未动，道奇充电器却是当场失控，空翻2圈，阿瑟还没来得及喊痛，对讲机里率先传来队友的声音：“小黄鸡别送。”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 ASP 阿肯色州的阿瑟约书亚兰德雷斯接到队友的求助，一辆皮卡使用折返跑战术甩掉了其他的队友。守在此处的阿瑟根据外观很快便认出了老哥这辆车，以逸待劳，又怎么会轻易叫老哥走掉？眼看此时老哥车速并不快，阿瑟一脚油门直接上去找机会贴贴。现在的这个位置非常合适，加上老哥的车速不快，是个动手的最佳时机。但阿瑟的前摇似乎有些长。终于蓄力结束，阿瑟一脚油门加速上去就是一个贴贴，这一波操作可以说是非常漂亮。老哥的车身出现了剧烈的摇晃，不过没能一击制胜，叫人有些失望。反倒是这一个贴贴叫老哥认清了现在的情况。眼看阿瑟们动真格的，老哥也开始了强烈的反抗，不仅车速越来越快，而且还开始了左右摇摆，让阿瑟一时间根本找不到刚才那般贴贴的机会。既然如此，趁着两人拉扯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战力表。好，这老哥居然已经踏入了6星的门槛，也难怪普通的贴贴对他来说没有作用。搭配上这皮卡极强的防御力，看来只能大力出奇迹。此时阿瑟正在蓄力，前方却是突然出现的 NPC， 只见两人左右交替，互相躲避，仿佛是在表演特技。虽然老哥趁机拉开了距离，但皮卡又怎么跑得过道奇充电器？所以阿瑟倒是一点都不急，一边给总台汇报现场的情况，一边靠近老哥寻找机会。只是短短的几秒钟，便再次将老哥锁定。现在车速接近180公里，阿瑟将距离缩短到只有2米，又一次开始蓄力。眼看阿瑟越跟越近，老哥在前方开始了摇摇晃摇，不断的变换车道，试图破解阿瑟的进攻。和其他老哥不同的是，他是主动靠近阿瑟，想封住他的走位，让他无路可走。但没想到这阿瑟是个慢性子，看老哥有所防备，根本就不上去贴贴。老哥见状，佯装撤退，给阿瑟留出了操作的空间。而这一退，阿瑟果然上当，本以为找到空隙的他连忙上去贴贴，没想到这一下老哥早有防备。左下角的时速可以看到，直到冲进绿化带时，阿瑟的时速依旧有130公里，再加上绿化带不平整的路面，让彻底失控的阿瑟难逃翻车的命运。这路灯化身为流星锤，在天上转了2圈，整个道奇充电器的气囊全爆，现场更是一片狼藉。但好在万幸的是，这位阿瑟并无大碍。我们来回看一下老哥刚才操作的细节，这一下两人几乎是同时向对方蹭去，阿瑟猛打一把方向，本意是想大力出奇迹，没想到老哥偷偷加速，阿瑟只蹭到了一个边边，这让阿瑟大部分的力都扑了个空，才导致了彻底失控，最终无奈只能翻进沟里呼叫队友支援。你说你1个月几个钱玩什么命啊？虽说这位阿瑟的表现极为不错，但却依旧只能以退赛告终。在阿瑟翻车后的第8分钟，支援的队友终于赶来。现在第2位州警维克多加西亚接到求助，听说队友已经翻沟里了，他知道这次任务的艰巨，但他同时也表示务必会给队友扳回一城。现在正用220公里的时速赶往现场，此时已经能看见前方的氛围灯，说明和老哥的距离并不远。而在这8分钟里，老哥也和其他的阿瑟经历了一番搏斗，想必此刻已经是精疲力尽，不知这位阿瑟能不能给他来个一击必杀。老哥身后的氛围灯一亮接着一亮，这么大的阵仗，可见阿瑟翻车有多大的影响。现在超过最后一位队友来到了第1顺位，正式接管了这场匹配。阿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来和这位老哥会一会。和上一位攻速慢的阿瑟不同，看见老哥依旧在前方摇摇晃摇，他先是向右一个假动作晃开老哥，接着快速向左找到空当，趁老哥回来之前上去就是一个贴贴。这看似轻飘飘的一击，却打出了势大力沉的效果。老哥的车身出现剧烈的摇晃，迟迟都没调整过来，看来遇见对手了。对于这两人的对决结局你怎么看？我一般都是靠着神奇小路边玩边看，升级夜猫护颈枕 Pro， 他躺靠着随便移位，一个就顶护颈枕加供血腰靠加趴睡枕加拉伸枕，到手才268，秒杀类似的枕头，2款活力配色，直接入手2个当兄弟款。下班到家只想躺平，但是肩酸手麻，难掩疲惫，幸好有小夜猫7大科学分区和软硬双区凑成一对，趴着玩撑住下巴，手臂还有专属席位，玩游戏看视频都很对位，130度黄金角贴合胸前弧度，帮助拉伸颈椎，躺着玩眼睛手机齐平，拒绝双下巴颈纹
靠着玩也有支撑，给你满满安全感，累了身体下滑，躺在记忆棉上秒睡，甭管正躺侧睡，头肩颈都会排成一对。还有丝滑亲肤枕套，7A 级抗菌 A 类面料，不易过敏不闷痘，一体发泡工艺，嗖嗖排汗，男生用也很清爽。兄弟们快点劝试试，保价大促送运险，1年内买贵退差，2年内开裂换新，送人自用都实用，快冲！这阿 Sa 上来就是一个下马威，让老哥意识到了情况不对。比起上一位阿 Sa， 这一位只怕是要厉害不少。眼看阿 Sa 再次靠近，老哥不敢有半点马虎，将阿 Sa 的进攻路线封得密不透风，而前方即将出现岔路，阿 Sa 也只能放缓进攻节奏。看着这头顶的路牌，自由之桥就在右前方，想都不用想就知道这老哥会右转。看来老哥的目标很明确，那就是去往田纳西州。只要坚持过了前方的孟菲斯大桥，阿 Sa 就没有了执法权限，届时不就天高任鸟飞了？但这里距离自由之桥至少还有5分钟的路程。一波拉扯过后，阿 Sa 再次发起了进攻。现在两人对彼此的实力都有了一定的了解，两人正在不断的相互试探，顶着160公里的时速，寻找着对方的破绽。毕竟谁也不想成为下一个躺在沟里的人。而当阿 Sa 看见前方的老哥终于不晃了，立刻一脚油门加速就顶了上去。和贴贴不同，这一顶更多的是保护自己的安全，所以对老哥的杀伤力也不大。反倒是这让皮卡开始摇头晃脑，像极了一位故人，仿佛是在对阿 Sa 说：“我被贴贴过，你被贴过吗？我把道奇充电器送进了沟里，你送过吗？”而看着前方越来越近的 NPC， 阿 Sa 一时间还真就拿他没有办法，难不成真让他拖到自由之桥？此处距离自由之桥仅有3分钟的路程，阿 Sa 知道再不进攻就没机会了，于是他便再次施展出了 crossover， 连续左右的假动作晃开了老哥，抓住空档就要上去贴贴，没想到老哥防守及时，阿 Sa 不慌，只是故技重施，向右的假动作再次将老哥晃飞。这一次的空档更大，老哥的回防慢了一拍，刚好撞到尾箱侧面，这一下彻底失控，整个车身横着冲出了道路，只留下了散落一地的装备。这一系列的连招属实完美，硬是将老哥留在了自由之桥之前。虽然轮胎不服气，但也已经没有了回旋的余地。这位名叫维克多的阿 Sa 成功为队友扳回一城。经过调查，皮卡车上有1男1女2人，女性乘客39岁，伤势轻微，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。36岁的老哥名叫雷维尔·墨菲，来自田纳西州的孟菲斯，他本在田纳西州就被通缉，包含袭警、疑元购、抢劫、逃离警察以及家暴等多样罪名。这便是他一开始面对阿 Sa 不愿停车的原因。而在刚才时速180公里的贴贴中，他很不幸的被甩出了车外，当场重开了游戏。就这样，这位老哥不仅成功消了心，顺便还消了个户，一位6星大佬就此陨落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在此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为游戏画面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